这么深，也不知道我的真身能不能支撑得住。严淡，愣着干嘛？拉我上去啊！为何我的心这么痛？唐周，唐周，严淡！你这小人！我刚刚在上面明明挺好的，你非要喊我，喊我不说，还故意松手，安的什么心啊？我并非有意松手。刚刚那个场景，我梦到过很多次。怎么可能啊？你一个捉妖师，怎么可能会梦到我一个莲花精呢？自恋什么呢？不是你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谁，或许是我从前的孽债吧。这太多次了。我眼看着他伤心欲绝地跳下桥，却始终看不清他的面容。可能是你喜欢的女子吧，我经常在画本看到，说是以前亏欠的情缘，如今便要再续。口口声声说要摒弃情爱，结果呢，你却念念不忘。看来这凌霄派的掌门你是做不成了。或许你梦中出现的那个女子是圣德。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圣德曾经说过，他跟你厮守了一生呢。我自己的心，我自己最清楚。你要裁好了没？裁好了，我们就上去。这水母散落的光绪便是药引，只可惜招也太少了。抓紧了。都怪时光风逝，红尘沙里追想你，心字涌入潮汐，频频问起，情之所寄，只怕眼角泪滴，一次溶掉你背影。我的痴情，幼稚。我的全部都偏向你。守着春秋来去，一往而深，向你迁徙。泪在沉香人迹，尘埃落地，仍有期许。听闻良辰佳句，两人美景总相依。风凉半醒，冰声一地，不放肆与大梦不息，就往复于朝朝夕夕。这下收集够了吧？够了。你这般费力，为的就是给于墨做糕点啊？你未免太小看我了吧？我改良了月见糕的方子，食之不仅可以巩固修为，功力能够有所增进。若是大战的话，赠与南海的士兵也好有助益。想的倒还挺周到。干嘛？圣德不是给你做了很多吗？难道你眼馋了？我能看出来，圣德其实很喜欢你，他时常跟我聊你的喜好，担忧你的病症。而且他在糕点中加入了自己的灵力，使药效加倍。若知他有此执念，我早该与他说清楚。有人如此在意你，难道你不会感动和开心吗？若是有喜欢之人，他无论做任何事情，我都会心生感动；若不是钟情之人，无论他付出再多，那便只会是负担。
你这么言之凿凿的，难不成你动心过？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是甜的还是苦的？你管我！无论是苦是甜，我这修炼之人是无缘体会了。切，我才懒得管你呢。我去练剑了。啊，对了，你要再乱跑的话，再有下次，你就乖乖的进玉葫芦里。这小人，平日里口口声声的说不染红尘一念，被我揭开真面目，便要翻脸不认账。小人！这圣德大战之前行踪诡秘，而后那无影兽戒指也十分的可疑。他如果心机深到与敖轩串通，那么王宫里的偶遇搭救，恐怕就是他有意设计的。不仅如此，裴洛因为贪念与将臣的感情变淡，也不至于痛下杀手啊。而且裴洛他是一个凡人，可以练成如此超群的功力，我觉得会不会跟圣德有关？那你还给他熬汤煎药？我只是怀疑，没有实证。不过，就算他有万千狡饰，有一点我肯定没有观察错，那就是他对你的情感，不然怎么可能放下王权富贵，而且有意让你避开战局呢？哦，那你的意思是？没错，这碗药你给他送去，顺便略施美男计，套点话出来呗。演戏可是你的擅长，这事儿就交给你了。哎，不是，演戏有什么不会的？送体贴，送温暖嘛。顺便还可以验证一下，她是不是你梦中的那个女子啊？你干嘛？干嘛？是这么验证吗？那不如你教教我演戏啊。啊！你有病啊！哎，开个玩笑嘛。锥刺之痛，轻则血流，重则筋断。你不可一直这样硬撑下去。凉水进身，可平心乱。快试试吧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方法的？我也有过迷惘之时。在过去的日子里，我看到我自己的心上人同他人亲热的时候，我内心之痛如锥刺骨一般，难以克制。后来我学会了将自己泡入寒水之中，用寒水来麻痹自己，克制自己的情愫。心上人，可是如何才能明白自己的心？三界之中，均特性不一，为生死平等。当你的意识逐渐迷离之际，便会想起自己心中所爱之人，
而这个时候，只能面对自己的真心，谁也无法逃避。我的意思是让你大醉一场，并不是让你自溺而亡。你想起谁了？若是以正真心，是不是会让自己随心而动呢？凌霄派继承人应当了却红尘。若是心生一念，便是弃道负义，为师门教诲，我必须恕己。师父，我为妖所杀，而如今你却跟一只妖动情生念，你不配叫我这声师父。徒儿并非有意破戒，此妖亦不是邪祟。师父，难道动情真的有错吗？他人皆可动情，而你不行，尤其对方还非人是妖。难道你忘了师父是怎么死的了吗？难道你要弃凌霄派不顾，弃正道不顾吗？唐周，醒了吗？今日咱们还要出门查案，你若还不起来的话，只怕严旦会来掀被子了。快起来吧！谢了。没想到，竟然让害你的人逃了，我真是心有不甘啊。没关系的，恶人自有恶人磨，没准绕了一圈还会落在我们手上。哼，又开始吹牛。云墨，我之前看过一本书，这书上写着，若是我们妖死了以后，我们的元神会脱离三界，飞到一个叫夜忘川的地方。若是元神可以忘记过往，成功渡川，便可落入凡尘，重新活过。说不定这样也好呢。说不定，绛尘他已经变成了一朵普普通通的昙花，忘却了前尘往事，在世间自由自在的生活。他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忘记呢？若是有来世，他一定还希望跟裴洛幸幸福福地在一起啊。严旦，没事。于墨，别伤心啊！爱人虽是，可是你还有爷兰山，还有我，你还有一大家子人关心你呢。你要振作起来。他竟误以为我喜欢绛尘。我若是明说，解释绛尘得到一眼的原因，只怕他会刨根问底，知晓我隐瞒他失忆一事。严旦，过往的很多事情，我也不愿再提。但是我与绛尘之间，没有任何别的事情。此事，你也不必再挂心。好，好，好，不提不提，我再也不提了。圣德说，他学过卜算之法，可以看到人的过往当下。要不要让他帮你看看？也许你的良缘正在来的路上呢。凡人修炼，
怎可能通过往当下？他究竟是何人？唐公子刚刚走了许久，额上都是汗，我帮你擦擦吧。啊，不必了。师门有戒，不得与女子亲近。今日之后，我要带他离开这儿。我说过，我要连你一起抓。这么说就是要开战了。好啊，为了以示公平，我绝不用妖力。阁下既然这般小瞧于我，那我也不用凌厉，一剑分高下。据我多日观察，果然没错。唐州此人性情执拗，爱好打架斗殴，什么事情都要分一个你对我错。你看，这不就开始了？唐公子比武习剑，乃上进之举，我倒觉得颇有魅力。这难道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？果然爱情让人麻木。阁下确实剑法超绝，当为人中英杰。可是为何偏偏不懂得自重，招惹自己不该惹的？难不成想自毁前程？阁下智勇双全，确为妖中王者。但我凌霄派向来以除恶为己任，你，我抓定了。妖中自有好坏，我们严兰山更懂得如何区分惩恶扬善。可是万派之宗，却不分青红皂白，抓捕屠杀，如何服众？驱邪扶正，乃我派宗旨。然，天下生灵皆有善恶之分，我自当恪守教诲，健身明志。还来？等一下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严旦，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你，万妖之王，野兰山山主。你呢？堂堂未来凌霄派的掌门人。这说出去都是有头有脸、威震一方的人物，而如今却在这里酣战、争强斗勇，这传出去我都嫌丢人，好吗？他竟然是凌霄派未来的掌门，此派掌门向来灭情绝爱，那他……不过我已经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，既然你们两个难舍难分，不如以后我们便一同行动，如何？唐周他身上有顽疾，需要集齐4大神器才能救他的命，不如我们本着仁义之心帮他一把。当然了，你呢？作为回报，你日后若成为掌门人，不可以随意进犯我们野兰山，如何？来嘛，不要那么严肃。江湖嘛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少个朋友天堵墙。再说了，此番我们人妖合作，必成佳话，也可以缓解捉妖师和妖之间的矛盾，这伤亡也会减少。为了顾全大局，你们表个态嘛！好，绝不祸害凡间。必定善恶昭彰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日行一善小队正式成立了。哎，现在大家都是伙伴了，你天天拿那个布里锁拴着我也不是个事儿啊。你不如帮我给他卸了，也算是博一个合作的彩头嘛。来嘛！化干戈为玉帛，以正你的诚心。
法术一除，这个镯子就留给你做纪念吧。我自由了，我自由了！我自由了！这种感觉太好了，我再也不用担心晚上睡觉被撞，白天被挡，而且也不用时时刻刻在唐昭面前啦。结了这法术也好，这样于公子心里应当好受一些。于墨，他怎么了？这几日来，你与唐公子走得近，我见于公子常常独自行走，凝望着你，神色甚是寂寥，大概是觉得受了冷落。被你这么一说，好像还真是。最近他的情绪郁郁寡欢，我每每关心的时候，他都说没事儿，而且他不承认他喜欢将臣。我也不知道他这么做是故意为了让我不再担心，还是另有隐情。爱别离之苦，我曾经历过。毕竟他是你的山主，自然不愿意在你面前展露脆弱的一面。但是他不说，不代表真的没事，否则如何解释他的失落？既然你们关系要好，你应当多陪陪他，别让他觉得寒心了。你说的有理，我绝对不能做一个忘恩负义的妖怪。不如明日我将唐州公子约出，方便你们与公子单独相处，你好好开解开解他。受山主大人照拂这么久，现在是我严旦该报恩的时候了。莲青，你来啦！白日在我的房间，你用了很多笔墨，写了那些美好的词语，是为了什么呀？你看，这些是我给你做的天灯。近来我看你心绪郁结，要是我对你不管不问的话，未免也太不仗义了吧？我听闻，凡人如果有烦恼的话，他们会把烦恼写在天灯上，然后放出去，这样烦恼就一并消失了。要不要试一试？来，你写一面，我写一面。写完了吗？那我点灯啦。好。哎，等一下。啊？我想看看你写的是什么。哎，不行！小气，还不让看了？想看我写什么之前，我得先看看你的。哎。啊？你随便看，我什么都没写，因为我刚刚想了想，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烦恼。无论是在这儿还是在夜阑珊，我都觉得我过得挺快活自在的。纵然生活中有什么困难，那我觉得也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不想忘记所有的感觉，我想记住每时每刻。既然我已经说了，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写的是什么了吧？好，我写的是，今日你给我送的食盒太难吃了，我一点都不敢动。而且希望你的厨艺能够增长。就这？真没良心，那是我特意给你做的，好吧？前尘往事，不知是否应当坦诚告知。也许只有我瞒着你，你才会一直这般快乐。咱们一起把它放飞吧。好。我再去拿别的。你说这些天灯在天上飞着，
会经历怎样的旅途，看到怎样的风景，还真是羡慕。想去看看吗？嗯。既然公子不通艺术，那圣德便为你弹奏一曲，怡情解闷。圣。停步！前方是客栈，再向前定会被凡人察觉。有我在，不会有危险的。若是没玩够的话，我再带你去前面看看。不用了，刚刚天灯已经看得够多的了。本来今日想帮你排解心结，没想到又让你带我看了场天灯。无妨，做主公的自然要对莲卿宠爱有加。银娜，小心点儿。谢了。你这个是不是作弊了？哎，我严某人可是赌技超一流，夜来山头号圣手，愿赌服输好不好？你跟圣德就在这儿生活，我跟云墨去找吃的，吃完赶紧赶路。严大姑娘和于公子的感情真好，一刻也不愿意分离。别误会，别误会，我对于墨那是忠心耿耿的主仆之情，是不是？于墨公子好生自在，可是四海即将因你而起浩劫吗？来者不善。来者何人？应元帝君竟然没死，天界称他云神仙士，难道是另有隐情？仙神罹难，不得无礼。仙神？谁呀？他呀？他是仙神？哇，圣德，你果然没有撒谎，你真的是大罗神仙啊你！行啊你！之前都有得罪啊，多多包涵，多多包涵。唐州竟是下凡历难的仙神，他到底是何人？尊驾，我乃南海龙王昭衍，老夫绝无违抗天条、阻碍利难之意，实在是事涉四海与家事，还请尊驾切莫插手。尊驾不必客气，我如今为凡人，从前往事一概不知。云墨是我的友人，要我袖手旁观，绝无可能。定是敖轩让你来取我的性命，如果真有本事，来取就是，为何还要给我冠上一个危害四海的罪名？哼，我要你人头何用？老夫要的是四海安平，更要我女儿一世幸福。你是为昭兰而来？昭兰大运婚时，下凡之后，借病将婚期一拖再拖，如今愿意出嫁后，更是郁郁寡欢。我才知道，他竟想牺牲自己终身幸福来换取你的安宁。你可知，逆鳞不仅是翼尾龙的通灵至宝，更是通婚时用以交换世中的信物。你既接受了逆鳞，就该对他负责。你也
幸啊，雨墨！没想到在凡界，我们失散了仅仅月余，你就获得了龙族公主的芳心啊！夜阑珊子嗣绵延的重任提前完成了。闭嘴！这不是为你高兴吗？龙王殿下，此物的意义我全然不知，如果知晓，我绝不会收的。一派胡言！若非你蓄意哄骗撩拨于他，为何你遥想了他的幻心灵，接受了逆鳞，却从未见你来南海提亲？如今婚期将至，赵兰心在你处，逆鳞物在你手，南海被指背弃盟约，你却邪美，到处游玩，悠哉乐哉，为父为君，今日必定要为此讨个公道。哎，龙王息怒，误会了，误会了。我们山主品行正直，绝对不是那种朝三暮四、骗取少女芳心的不义之徒。话说，这很巧嘛，我们夜阑珊其实正在杀鸡宰羊，搜索各地奇珍异宝，准备向招兰姑娘下聘呢。闭嘴！这不缓和下气氛吗？事到如今，我必须到南海见招兰一面。太好了，那我现在回夜阑珊跟你准备结亲一仗。你闭嘴吧！我从来没有说过我要娶她。也是，堂堂的南海公主，让人悔婚做妾，于理不合吧？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跟招兰绝无可能的。况且我早就有心仪之人，我跟招兰也从来没有任何越矩的行为。果然还是忘不了将臣。他将此逆鳞赠送给我，就是为了救我性命。现在我才知道此物的意义。在这个时候，我必须要把逆鳞还给他，并且告诉他我真正的心意，不可能让他因为我的安危而错嫁不爱之人。颜淡，你陪我一同去吧。我啊，不行，除非我也一起。不可！是这样的，我从前在师门的时候，曾听闻过神仙罹难一事。这神仙罹难，若是罹难未尽而肉身殒命，只怕再也无法归位回天。唐公子如今只是肉体凡胎，水族又恰逢异主，势力不稳，若贸然卷入其中，怕是风险太大。不要紧，昔日我遇难之时，相救的小仙曾和我说过，我仙衣破损，若无四大神器修护的话，早晚仙里会外泄而死，所以我早已无所畏惧。我不跟着去，让捉到手的小妖跑了，倒是得不偿失了。那行，要不这样吧，咱们4个一起去呗，先解决了于梦的桃花劫，再送顺德回师门，这样行了吧？赞成。赞成。正好我在师门的时候，会一些修习补元之术，能助唐公子稳定些许仙力。帝君下凡罹难，若无仙衣保护，神器御身，必会神形俱灭而亡。除非他再服下半颗邯郸之心。尊家，为了不干涉尊家的罹难，只能委屈您在龙宫中蒙面，还请上神见谅。
老夫的家世，竟然还要劳动尊驾，实在是让老夫惭愧不已呀！啊，请。哎，这唐周到底是什么身份啊？连一海之主的南海龙王都对他这么毕恭毕敬的，难不成他是戏折子里说的大罗金仙？圣德，你可知道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吗？严大妹妹未免也太会说笑了。欲晋升仙阶或犯了错的仙家，才需下凡历难。一般位列上神之尊者，无需遵循。天界谪仙众多，身份尊贵者云云，我们不必费心猜测。哦，圣德姑娘，懂得还真多嘛。严丹，我听你这话的意思，我这个靠山啊，你算是靠够了，要不然换个新靠山靠靠。哎呀，此番游历，我总算懂得了一个道理：求人不如求己。再说了，我就算要找靠山，当然是主公这种亲切的靠山啦。聪明。走吧。殿前亲卫乃本王亲选，没有虎符，不得变动。你们是谁？放开我！昭衍殿下莫怪，我东海仪仗队久待数日不得入门，本王只得亲自来接我的王妃。父王，他早在宫中安插了自己的人，你一走，他便带兵攻入殿中，大开杀戒。敖玄，你住手！敖玄，你虽继位东海龙王，我也是南海之主。今日你带兵攻入我南海，杀我亲卫，掠夺我女，我是天条，无视天规。昭衍，你暗中私会于墨，还让这贼子于墨率其亲信闯入南海，欲抢我王妃。我出兵相助，接管南海，是理所当然。帝尊又奈我何？哼，敖玄，你不要狂妄自大。幸亏我及时发现昭兰的心意，没有酿成大祸。即便她没有心上人，我也绝不会让她嫁给你这般残暴狠毒之人。你和昭兰联手哄骗于我，如今又将我的迎亲队拒之门外，如此奇耻大辱，我焉能忍气吞声？你纵使身居尊位，南海龙王毕竟是你的长辈，你这般贸然杀入南海，伤人掠夺，和盗匪有什么区别？我继位龙王，乃是四海之主，凡界之中以我为尊，也敢在我面前说三道四？哎，龙王，这位龙王您别生气啊，误会了。我们这次来呢，就是为了您，还有昭兰公主的婚事前来的。我们不是来抢亲的，是来和解的。这样，您先把昭衍殿下放下，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，行吗？又是你，无知小人！你要杀的人是我，与众人无关。于墨哥哥，可以，只要你于墨自废灵体，然后跪下来向我求饶，我就放了他。不要！这是你们两海之间的家事，我本不愿意插手，可是昭兰有恩于我，你却不分青红皂白，屠戮南海亲卫，又伤害昭兰亲府，你莫要逼我出手！哼，在我眼中，你们已是必死之人，还说甚慷慨之词？我生性不欲招惹风波，
可现如今，是你逼我出手。给我上！小心！你保护好自己，我去救昭衍殿下。好，唐公子小心！我来。何时拿回来龙丹？水火之王，四海之主，他是九旗。九旗竟然还有血脉存于世间，他竟是九旗之后。赵兰，不，昭衍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3日之后，我与昭兰于东海大婚，到时候，你只需带着于墨的人头作为贺礼，你便还是南海龙王。若无这份贺礼，吉日一过，我大军攻入，你南海青龙族必将不复存在。赵兰，女儿。龙王跟谋士已经商议了2个时辰了，有什么结果了吗？这个龙王不会真听了敖轩所言，砍了我们的头去当贺礼吧？还有你啊，于墨，你是九旗这事儿怎么没早告诉我呢？我只是不知该如何开口，并非刻意隐瞒。哎，我不是计较这个，我生气的是，早知道你不是黑鱼，我天天炖鱼汤喝了。如果这次我真死了的话，那我辛辛苦苦白活了一场，我连鱼腥味都没有闻到，这是我心头一汗啊！若昭衍殿下真要砍于墨脑袋的话，你觉得我们还有机会坐在这儿吗？敖轩为了逼婚大开杀戒，将南海之首视同微末草芥一般，可见其品性暴戾。若真奉此人为尊的话，这四海日后恐怕就只有敖轩一人为王了。可昭兰公主还在敖轩手上，我们在此是祸非福，实难揣测昭衍殿下如何计量。敖轩虽继位龙尊，但他的功力尚浅，只是那金钩法器对于墨颇有针对。杀他不难，但有昭兰之命为质。如果杀了他，这四海必定会大乱。唐公子说的极是，如今九旗之力一显，四海震动，西海、北海必定人心惶惶，这桩家事恐会化为兵变。唐公子，你身份尊贵，应以避难之事为先，实不宜卷入其中啊。圣德姑娘，你说自己是偏门小派的术士，可现如今，你却上识天条秘辛，下察四海变动，还致电起我们来。姑娘的法力和门派，我可真是好奇啊。于公子，龙王殿下急召。
于公子不必心急，眼下之事解决完，诸位送我回到师门后，届时一切疑惑自会水落石出。我等着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圣德姑娘也是担心唐州嘛，一番好意了。龙王殿下还等着我们呢，咱们赶紧过去吧。走。殿下有命，此事从密，请于墨公子一人入室相依。放心吧。若要得邯郸之心，必得先除去此人。以我的功力杀不了他，须得找个帮手。于墨，你回来了，怎么聊这么久啊？我看你脖子没事儿，难不成龙王想让你当上门女婿？哎，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有莲青在我身侧，实乃一生之幸。方才昭衍殿下邀我同他一起联合西海和北海，推翻敖宣暴政，救回昭兰。我即刻便要前往西海。我同你一起去。不可，西海和北海的意思尚未知晓，而且你们三人皆非水族，还是留在此地比较稳妥。这也是昭衍殿下的意思。莲青对我的忠心，我记下了。放心，我定会安然归来的。唐周，颜旦就托付给你了。是我抓的妖，本该由我负责。哎，不必了，不必了，你别再给我照顾进玉葫芦里，我自己能照顾自己。放心吧，我会尽快归来。嗯。你说于墨去一趟西海，会不会又拐回一个西海公主啊？怎么，你吃醋了？啊？说的什么话？我们全野兰山上下都希望我们山主早日走出情伤，娶一个山主夫人呢。我当然要事事留心了。若是真有点苗头，我得赶紧回去通知百灵，让他准备聘礼。这味点心名为月见糕，所用食材皆为南海奇珍，最宜进补，巩固本源。唐公子若是能每日吃上几个，灵力必定会稳定许多，也能少受些外泄亏空之苦。凡人的寿命不过100年，你以10年修炼之力注入糕点当中，只为了缓解唐州猎魂的痛苦，你把唐州的救命之恩看得也太重了吧？并非只因救命之恩。颜旦，我心悦于他，他是我眼里唯一的光。他说的每个字，我都信奉如真理。你为何这副样子？难道你也心悦于他？怎么可能？我连7情6欲到底是什么，都还不太清楚呢。可是你们2个不是才刚刚认识的吗？我不是说过，我能看见人的过往当下吗？以前我们在天界为仙时，我与他厮守了一世。这是生生世世注定的缘分。难道爱真的是命中注定的吗？以往在山境，总是一大伙妖精聚在一起，大家谈天说地，打打闹闹，好不快活。
可与唐周相处却不一样，有时很开心，有时心里不知怎么，却会难受苦涩。唉。有劳。无妨，我愿意一直为公子掌灯照亮。这是我亲手做的，你吃了之后便会少受些先例外泄之苦。我早已经习惯了，不劳圣德姑娘多费心。我一定会治好你的病痛。做都做了，尝一个吧。不必了。颜淡呢？他知道了月见膏的方子，去龙宫外的峡谷采药了。或许是想亲手做给于公子尝尝。宫外峡谷漆黑一片，很是危险。我现在去找他。这糕点，我回来再用吧。为何现在亦是如此？只要有他在，哪怕我倾尽全力，你也不曾多看我一眼。这次又想搞什么新名堂了？到底想干嘛？怎么是你啊？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说实话，我在这儿就是觉得箱子凉快，我想在这里面乘凉，不行吗？行，我这玉葫芦也挺凉快的，你进来再乘呗。于墨，放下武器，束手就擒，否则我就立刻毁了此箱。这箱子里的东西，你若喜欢，便拿去吧。把人带上来！你也太纵着他了吧！刀剑无眼，若是有什么意外的话，他哪里是敖玄的对手？这计策风险如此之大，你们居然还瞒着我！哎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性格，你若不依他，说不定突然之间溜到婚宴现场，
搞出什么自由发挥，那不是更危险？无论如何，这人头放在木箱里不行。好吧，好吧，荆轲刺秦不演也行，那就换一出，狸猫换太子如何？昭兰公主，我是云梦的朋友颜淡，快把衣服脱了。昭兰呢？把昭兰给我交出来，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！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！公主我已经让人送回南海了，她如今已经是我们野兰山山主夫人了。颜淡小心！敖轩，你暴力自摧，欺压四海百姓，我本不愿伤你。你若让出王位，我绝不会杀你，也会善待你的手下。敖轩，收手吧。昔日不过是我池中陪衬的臭鱼烂虾，今朝竟敢觊觎尊位，游说三海谋逆，要我认输？你做梦！圣德，是他们临时改变了计划，我并不知情。于墨竟有青离帝君应渊帮忙，你为何从未提及？我只是一个普通术士，什么帝君，我不知道。你当我是傻子不成？那日你一走，我就派人调查了你的底细。你是妙法阁前任掌事银灯，你最好祈祷自己对他们而言足够重要，我便以你为人质换回昭兰，否则我便让你见识到愚弄本王是什么代价。你要做什么？帝尊，天界曾通报应渊帝君罹难失败而亡，可本王发现他有意假死，在此隐姓埋名。你休想！天界不能有情，您犯了情戒而被贬下凡，如今到了凡间还如此多情，好，本王就成全你。我上世欺凌时，便为帝君照明驱暗，相守万年。我自当忠心于他，护他周全。在天界如是，在凡间更是如此。
帝君罹难生变，定是天界有人故意强害。帝君还活着的消息，绝对不能透露。圣德，圣德，你还好吗？你在哪儿啊，圣德？圣德，圣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傲轩，他想用我换回昭兰，我百般不肯，他便要杀我。抵挡之前，我想到唐公子刚消了他的逆鳞，我就趁他不备，揉碎魂弓杀了他。没事没事，他死有余辜，别自责了。这灵兽也是被碎魂钩所伤。圣德，你不是说贺心门在这片森林的西面吗？你为什么要带着我们朝北边走呢？若朝西直行，有一片沼泽，极为凶险，绕北避开会更安全一些。这树木的排列并非天然生成，而是被布成了一个9宫8卦阵。入阵心，则触发阵法。正东为生门，西南为休门，阵心便在。停步！圣德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会如此？当年我就是在此处找到李晨的。愣着干嘛？砍柴啊！不砍够3日用量，你今日就别想回师门。这是魔族魂魄所化的八卦阵。对了，小寒晶，愣着干嘛？赶紧干活啊！气旋6腑，燃会双万。圣德，你这使的什么妖法？去！正北为开门，从北走。一步，您呢？多谢。圣德，你果然有问题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当然是要取你的命，偷你的心了。所以你跟我们同行的目的便是要杀我？那绛臣跟裴洛呢？他们2个人离心，也是你一手所致的吗？是又如何？我借着裴洛的贪欲，一步步成为安都王最宠爱的侧妃。
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我本可快活一生，可偏偏命运让我遇见了你。可为什么你要出现，一次又一次地毁掉我的人生，夺走我所爱的一切？与颜淡又有何关系？你心爱之人，并非心悦于你，难道你要迁怒于他？你终于露出你的真正面目了。如此自私偏执，怎配得上爱？你懂爱吗？你懂什么？唐城，我所有的筹谋都是一心为你，然而你为了他这般践踏我的真心，今日我便要亲手杀了他，然后逼着你一口一口吃下他的心。你简直就是一个疯子，我宁死也不会让你如愿的。我会如愿的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施法消除你在凡间的记忆，这样你便会彻底忘了他，与我厮守此生。这黑雾好生诡异，大家小心。昔年昭圣帝君以李晨将一批魔军封印至此，魔族人便化为这黑雾，吞噬入阵之人。你失了记忆，忘了仙法，今日我便要你眼睁睁看着这两个妖精化为石雕，而我将手握九旗龙丹、李晨两大神器，称霸凡界。气旋六腑，然会双万。去！连环黑雾！快点！我要顶不住了！你宁愿与他们一起死，也不愿活着和我在一起吗？杭州，张远殿下给你的珠子，你赶紧吃了，你吃了就会恢复记忆，所有的仙法都能够想起来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的，要不然咱们都得死在这儿。唐周，李晨不是可以使封烟当巫邪吗？快用啊！小心！今日你非死不可！先修天机，后劈玄苍。小寒精，快用小寒精！先修天机。不行，上古修炼之法与今日完全不同，死记硬背，难得精髓。快，倒转运功！圣德若能以小寒精御物，那么必也可靠李晨兼小寒精反御之。唐周，听我口诀，驱动内力，操纵李晨，上身微旋，气旋六腑，然会双万。小寒精怎么这么耳熟呢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小寒精？先提玄苍，再修天机。破！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满心怨恨的要做这一切？你负了我一辈子，
我要让你后悔终生。哎，你把话说清楚好不好？你刚才说了那么多什么意思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唐周梦中的那个女子到底是谁？唐周之前又是谁？你肯定知道，说清楚嘛！我就是要让你困惑终生，这样你永远也忘不了我。就这么死了，也算他恶有恶报吧。如果将臣知道这些，心里也许会释怀一些。纵使圣德故意挑拨将臣与裴洛的关系，但究其原因，还是裴洛不愿意相信将臣。所以言谈，你也不用太苛责自己。也许这就是凡间八苦当中的五阴炽盛之苦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蒙蔽了他的眼睛，使他造下了这么多的恶果。看来话本里写的那些都是对的，情能够使人生，亦能使人死。情可以让人牺牲，也可以让人疯魔。哎，你梦中的那个女子到底是谁啊？她对你怨恨，你有负于她，难道就如圣德一般吗？和他绝不一样。火德元帅性子极为傲慢死板，若圣德在天界真是爱慕火德的仙娥，必定没少受气，所以这辈子才如此怨毒执着。笑什么呀？那都是前尘往事了。既然无从可解，就不要再提了。行了吧，你倒是洒脱了。现如今，他变成了实相，我们的满心疑问，找何人去解？贺心门，他之前说他的师门是贺心门，我们去问问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知情人。走。慢点。别动。我没醉，我还能喝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能一直喝，怎么喝都喝不醉。是，你确实能一直喝，你是怎么喝都喝不醉，喝傻了吧？哎，要不要我给你煮碗醒酒汤？严丹，最绵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，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。果然如此。希望岁月凉，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。轮转中为你行走三界万年，俯仰一世，难道心头从未有过悸动？无论是在延续天宫，还是在地雅的茅屋中，无论何时何地何情，你难道没有一刻的动心吗？职责所在，无所不能。对不起。如今你是凡人，受尽凡间八苦，生老病死四苦，爱别离之苦，求不得之苦。
五阴炽盛之苦，若你心岿然不动，又怎会体会到这苦呢？你已经动心了，这颗心是你欠我的，如今理应还我。你怎么可以爱上别人？你到底是谁？回来！不好，李晨。这家客栈早已经没有任何人住了。我方才已经打探过旁边的店家，说此客栈在3天前就被人包下了，而且老人跟小孩在这里没有任何的亲戚，所以是他们设好的圈套。这酒里面的确有很多的雄黄粉，雄黄粉辛辣苦涩的味道非常重，所以掩盖了里面这一丝不被察觉的异香。由此可见，人家明明就是早已盯上了我们，所以想让我们出手相助，还打消我们的防备之心。明明知道咱们2个是妖，喝不了雄黄酒，顺水推舟，便让唐周饮下，然后再找个机会窃取他的宝物。唐周，你是为了帮我跟于墨挡酒，李晨才丢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给拿回来的。可客栈中没有其他的线索，凡间也有很多人使用蒙汗药，怎么查呢？我以前呢曾经看到过百草图志，蒙汗药繁多不假，但此药当中的狭叶蒲根，唯有朱翠山可知。现下我们已经到了朱翠山下的朱翠镇，既然要查蒙汗药，就应该从药材铺或者药农来查起。果然是初出师门、不懂世故的呆子。药商若是配制蒙汗药的话，那要被抓去坐牢的，自然百般抵赖隐藏了。若是配药之人是暗商，更无从查证了。那怎么查呢？看到没？这便是查线索的好地方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名字倒是很潇洒，莫非是个书院？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果然是一点情趣都没有啊！既然是尽欢，当然是须作一生拼，进军今日欢啦。策词艳曲，必是风流之地，我可不去。想什么呢？这是舞房，又不是青楼，风流不减，更添雅韵。此地是人流往返最频繁的地方，鱼龙混杂，也是查线索的好地方。舞房里尽是女子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更坚决不去。行，你不亲我亲。待我一会儿变个男装，带你进去好好见识见识。这个地方甚好啊，活色生香，凡间6旺，色声香味触法无一不全。我们多住几日，不仅可以调查线索，还可以多积累人生经验。我是10000个赞成的。柳维阳对神霄宫很了解，问到关键之处，他却语焉不详，怕是他想探透我们的底细。那可不一定，不知道是谁探到谁的底细。你们之前提到过，神霄宫的人喜欢用3瓣梅花刺青为标记。对啊，柳维阳正好会刺青之术，岂不非常可疑？3位公子好巧啊，可要对其解闷。柳公子刚刚那盘得胜了呢。不过10子而已，算是场小胜。福霜与我学棋半个月，进步如此神速，果然聪颖。
还是公子教得好。这金欢房来来往往人甚多，还从未有人能够赢过公子呢。柳公子，您的功夫、刺青、御兽，还有下棋，无一不精通。像您这样的人才，为何会躲在这胭脂堆里呢？都是些爱好罢了。要是严公子对下棋感兴趣，不妨来试试。甚好，那我就派出我的小弟与你比试一番。上！你不是出身名门正派吗？琴棋书画你肯定样样精通啊！你上啊！下棋我是真不会，看见了。那巧了不是，我也不会。要不你上？我也不行啊，那怎么办？连青如此冰雪聪明，我猜啊，你就算现学也能胜他。你现在说这番鬼话合理吗？哎，要不然咱们两个打个赌，如果你不能胜他，往后夜宵全由我来做。上吧。罢了罢了，只能我出马。来吧，我与你比试。慢着，我和这帮姑娘们下棋，是因为她们聘我做了教棋师傅。我要是与你下，可有什么赌注吗？这样吧，金子银子乃是俗物，赌起来太没意思了。若谁赢了，便问输家一个问题，必须如实回答，如何？成交。最近怎么总有恍惚之感，仿佛曾经也与什么人这般下过棋。我们毕竟是来查李晨线索的，若是消息走漏的话，怕是不妥。现在正是好好摸清柳维阳底细的好时机，而且我断言，严旦必胜。你怎么知道？他虽然是有一点点小聪明吧，但也是现学现卖，只怕是还没有开口掏出线索呢，就把我们的底细都漏光了。我就是知道，而且3盘以内，柳维阳定吃不下严旦一子，你就看着吧。我赢了。哎呀，我一时激进被你钻了空子。愿赌服输。你生平所见过最厉害的法术是什么？这个喽，不离锁，可以使人变成傀儡，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要我看呀，这么恶毒的法术，应该尽早废除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得提前研习一下御鸟术，或许更适合你。小人，再来。我赢了，该我问你了。这柳公子一看就是富家公子，那你为何不归家，常年住在这金欢房中？家中的规矩繁琐，不如这里肆意快活，自然就不愿意回去。那你家在何处？你到底是做什么的？想知道的话，再赢我一把。来。师从游侠，最善驯鸟，心无大志，随缘度日。等等，棋子的数量不对，你赢我一子，棋盘上有180子，那么也就是说我的棋路里应该还剩一枚白子，但你看现在它不见了。按照规矩来说，棋路少子，对弈双方应当互相搜身，以证清白。我一向光明磊落。搜身就搜身，别想污蔑我。来，
不可。不是吧？又来？还真没想到啊，原来严兄是女儿身。但是即便如此，便不让搜身的话，怕是有出迁之嫌。按照规矩，在禁欢房出迁，剁手。禁欢房是你家开的，说剁手就剁手啊？从来就没听过这种规矩，你再说一遍。不好意思，我给记错了，无需剁手，只需上台表演一番，给大家助助兴即可。好。这个柳未央看似漫不经心，实则另有心思，肯定有问题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禁欢房的红花绣球，每位舞娘都有一朵，只要抛出，就代表情定此人。绣球招亲可是体验红尘乐事的大好时机，唐公子切莫放弃。绣球先落在你的眼前，显然与你更有缘，我可不敢夺人所爱。你既知前后顺序，那有些人，你早就该放弃。唐公子，你接了我们扶霜姑娘的绣球，就要接受这段良缘了。法环在手，约束于心，从此断情绝爱，了却红尘。难道唐州对扶霜动心了？姑娘，姻缘之事，还请另觅他人。你果然受伤了，我猜的没错，只是没想到，竟然伤得如此严重。我与你初相见之时，便见你配有此环，只是不知此为何物，为何会将你勒伤呢？凌霄派继承人需要佩戴此环，以正心无旁骛，了却红尘。若有违反，必受追刺之毒。如此看来，你岂不是……无妨，修行之人向来自绝于声色犬马。你初来舞房，难免心神不宁，实属正常，不必太过自责。用不了多久便会好起来的，慢慢的你就会习惯了。两位公子，打扰了。今日得见两位精妙绝伦的剑舞，扶霜大为敬佩。扶霜于禁欢房中现役，时而被人轻薄调戏，想学一些招式法术防身，不知公子是否愿意传授一二？荣幸之至，唐公子自然愿意传授。唐公子，习惯的机会来了。
扶霜从未习武，还望公子赐教。姑娘从未习武，得从基础开始学。这套招式，够你练个半年了。只是扶霜往日宾客也不乏习武之人，寻常招式怕是难以防身。不知公子可有什么独门秘招，可保扶霜周全？门派独闯，仅自家人可学，绝不外传。扶霜今日以绣球相制，便是情定公子。若扶霜成了公子的人，是否可以传授于我？唐昭，在忙啊？我是不是打扰了？没有啊。扶霜姑娘前来请教防身之术。是啊，既然你已经接了人家扶霜姑娘的绣球了，那扶霜姑娘以后的安危自然是你来守护了。你不用解释，也不用不好意思，我们都懂的。原来只有你能让他心乱。既然严姑娘前来拜访，那扶霜就先行告辞，晚些时候再来向唐公子请教。我来找你们是有正事儿。我刚刚观察了下柳微阳，我发现他对你们舞剑的招式十分感兴趣。先是设局看你们比剑，后又有扶霜姑娘主动前来学舞。我觉得他们的目的没有那么单纯，我们得注意一点。是。扶霜有意接近，我会尽量跟他周旋，看看能套出什么线索。唐天师向来不近女色，在周旋的时候可千万不要疾言厉色，露了马脚才对。于墨，我刚刚听闻说这城中有一个说书人特别喜欢讲神霄宫传奇，回头咱们去听听吧，没准有什么线索呢。好，那明日辰时我们一同出发。好呀，没问题。吾乃欲你终成信长，若我舍下这些物件，是否可换得心境？唐公子可在？扶霜前来向你学习防身之术。我身体不适，不宜受武，请回吧。公子何处不适？扶霜略懂医术，可帮公子诊治。好精美的簪子啊！放下。扶霜很是喜欢，可否赠与扶霜？公子这样紧张，莫非是心上人之物？姑娘说从未习过武，为何手掌会有这么多老茧？公子怕是误会了，这是扶霜弹奏琵琶时所留的指茧。唐昭，燕丹，你别误会。二位见笑了。方才唐公子说身体不适，扶霜正在为他诊治呢。昨日教练武，今日帮忙诊病，进展不错嘛。我看唯一不足的是把别人的东西当成定情信物。良辰美景的，正好给你带回了点心，慢慢享用吧。
不打扰了。严旦，严旦，这是严姑娘的东西吧？我见她方才盯着这簪子，大概是误会了。今晚怕是要赌气伤心，快去哄哄吧。福双先告辞了。严旦担心你的病，特意为你打包了点心，没想到却撞到了这样的一幕。你放心，严旦足够聪慧，相信定能看出福双的弦外之音，用不了多久，他便好起来了。严旦猜的没错，福双故意靠近，暗中在我身上搜索。方才我发现他有9链刀剑的老茧，十分可疑。